各位網友，大家好！玩書走天涯，走進歷史，走出現實。我們首先看一個川普剛剛發的一個推文，他說虛假和欺詐性的民調實際上應該被定性為刑事犯罪。舉個例子，所有在2020年大選期間報道我的反川普媒體所展示的民調都是明知故犯的錯誤，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試圖影響大選，但我以壓倒性優勢獲勝，包括贏得了普選票，全部的7個搖擺州，選舉人彈票也是一場大勝。現階段的對比是2750個對520個，不能做得比這更好。然而，如果人們去查驗當時的《紐約時報》、ABC 假新聞、NBC 假新聞、CBS 假新聞、第一收视率的 CNN， 或者現在已經倒閉的 MSNBC 他們的民調全部是欺詐性的，與最終結果完全不符，所以必須要對欺詐性的民調採取行動。甚至福克斯新聞和華爾街日報這些年來的民調也很糟糕，有很多優秀的民調專家對大選做出了正確的預測，但這些媒體無論如何都不想以任何形式來報道。美國的新聞現狀如此，真是令人悲哀。但我將盡一切可能阻止這種民調騙局繼續存在。我們再把目光轉過頭來看一下川普與媒體的最近階段的一些和解的案例啊。第一個，派拉蒙公司，也就是 CBS 的母公司，與川普達成了1600萬美元的和解。川普起訴 CBS 新聞所屬的那個派拉蒙 Global， 稱其在他的60分鐘節目中間，對於賀錦麗，就是哈里斯在訪談的簡潔方式不當，誤導了觀眾，損害了川普在大選中和公眾面前的形象。最終雙方達成和解，派拉蒙公司同意向川普未來的總統圖書館支付1600萬美元，並將在訪談後提供更透明的完整的這個訪談文本。這個案例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因為它不僅僅是媒體巨頭向總統個人提起的指控，還涉及節目的剪輯、信息呈現方式對公眾判斷這個影響。第二個案例 ，ABC News 與川普達成了1500萬美元的和解。川普曾就 ABC 新聞主持人喬治·斯特凡洛普洛斯，那這個家伙他有一次明顯的錯誤提起了這個誹謗訴訟。那麼 ABC 呢，最終也選擇了和解，並向川普未來的總統圖書館捐贈1500萬美元，以結束訴訟。這也不是普通的新聞糾紛，而是媒體為了避免在法庭上被指證傳播錯誤陳述而選擇付錢來息事寧人的情況。第三個就是我們現在做的油管 YouTube 向川普支付了2450萬美元的和解。因為什麼呢？因為 YouTube 成為最新的一家與这個川普達成庭外和解的公司。因為川普起訴 YouTube 在2021年1月6號事件後刪除或禁用了他的賬戶，損害了他的言論權利，連總統都可以禁言，對吧？牛左媒，所以 YouTube 最終同意支付了2450萬美元來解決爭議。這又是川普對大型科技平台及其他的政治表達限制提出的法律戰之一，也是媒體和科技公司首次付錢解決涉及政治人物的言論權的糾紛。第四起，多起針對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的媒體的持續訴訟仍在繼續進行中。就在去年，川普再次向紐約時報提起高達150億美元的誹謗訴訟，指責該報故意誤導公眾和詆毀他的聲譽。雖然這類案件仍在法院的漫長過程中間，但它顯示出了川普長期將法律作為對抗大型媒體敘事的工具，
誰遵紀守法，不是一目了然嗎？雖然這個案子目前還沒有定論，但它非常具有象徵意義。一個總統對媒體不僅批評，還在法庭上硬剛。所以川普是一個遵守憲法框架的這個總統，那不像奧巴馬，他可以隨意栽贓這個通俄門。那麼其他的案件，包括川普對諸如 CNN、華盛頓郵報也提起過訴訟，那麼其中呢，有些被法院根據第一修正案駁回，認為媒體它也有言論自由的豁免，這也顯示出了媒體與政治人物之間的制度的一個衝突。那麼還在進行中間，這些比較大案啊。那我們現在回過頭講一下，這些案例說明了什麼呢？說明第一個，媒體不再是無法觸碰的權威。在多少人眼裡啊，曾經的左媒那是不可一世、高不可攀吶，居高臨下、指手畫腳。所謂的大媒體在面對這個報道的方法、言論呈現法律質疑時，選擇和解付錢，甚至改變新聞發布做法，這就說明他是真正心虛，不是嗎？第二個，信息平台也成了訴訟的戰場。川普不僅起訴了這個傳統的媒體，像 YouTube， 還對這個 YouTube、Meta 等科技平台提起了訴訟，令所謂的內容審查和政治偏見言論控制成為了法律戰題。你看看過去這個美國的平台審查多麼嚴啊，那跟那個中共國有的一比啊。第三個，和解也是一種策略，但不是認錯，看到嗎？這些很多的和解協議啊都没有承認錯誤，但是錢與款項本身就構成了事實影響。媒體願意付錢，而不是在法庭上要求證明自己報道無誤。為什麼？做賊心虛，他避免這樣拔出蘿蔔帶出泥。那麼在這些海量的信息面前，我不知道目前地球人究竟怎麼想，還是繼續反川普，繼續唱黑這個川普領導下的美國。如果這些地球人啊，凡有點腦子和良知，對這些事實仍舊置若罔聞，不多問幾個為什麼？為什麼媒體會一邊倒？誰害了美國？誰又真正代表美國？誰在摧毀美國？我希望大家多問幾個為什麼。如果你還沒有質疑，還一如既往的在這左媒面前毫無反應，那真要質疑一下自己的智商，真要去檢測一下自己的智商，到底是否是一個合格的人類。以上觀點講的不對的地方，請大家和玩叔互動，打在屏幕下方。謝謝大家。讓你能夠聽到我的心，什麼時候也能把我想起。